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书，看到的往往是王侯将相的雄才大略，是千军万马的浴血疆场。历史似乎总是一部由英雄和枭雄书写的史诗，但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换一个视角，去关注一位常常被我们忽略，却在无数关键时刻悄然扭转乾坤的隐形主角疾病。它无声无息，却能让最强大的帝国分崩离析；它不费一兵一卒，却能让最精锐的军队化为乌有。它就像潜伏在历史舞台幕后的幽灵，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登上舞台中央，用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将拨开历史的晨雾，深入两个震撼世界的历史片段，一个是让整个欧洲陷入死亡与恐惧的黑死病，另一个是让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走向覆灭的远征。我们将一起探寻疾病这位隐形的将军是如何在这两场浩劫中施展其雷霆万钧的力量，并最终改写了世界的走向。要理解黑死病如何彻底颠覆了一个时代，我们首先必须看清它那令人战栗的真实面目。它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场以两种形态同时上演的恐怖瘟疫。最常见的形态是腺鼠疫，它的传播链条清晰而隐蔽，病菌首先在啮齿类动物中传播，尤其是那种喜欢与人类共居的黑鼠，也称老鹰国鼠。随后，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在叮咬了染病老鼠后，病菌会在其肠道内停留长达3周，并在下一次叮咬人类时将死亡的种子注入人体。这种传播方式虽然相对间接，但其致命性却骇人听闻，一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高达 90%。 然而，当鼠疫杆菌感染了人类的肺部，瘟疫就演变成了另一种更可怕的形态——肺鼠疫。到了这个阶段，它不再需要老鼠和跳蚤作为中间媒介，患者的呼吸、咳嗽，甚至只是近距离的接触，都能将病菌直接传染给另一个人。这种人传人的方式使得肺鼠疫的传播速度呈爆炸式增长，其死亡率也几乎是100%。可以想象，当腺鼠疫通过老鼠和跳蚤悄无声息地侵入人类社会后，一旦有患者转为肺鼠疫，一场区域性的疫情便会迅速演变成一场无法控制的燎原大火。这两种形态的瘟疫相互交织，共同为那场即将到来的欧洲末日埋下了伏笔。追溯黑死病的传播路径，就像在地图上绘制一场死亡的远征，它所到之处，城市凋敝，生灵涂炭。这场灾难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在当时人们看来，唯有天谴二字可以解释。这场死亡行军的起点，普遍认为是在遥远的蒙古，一个被感染的鞑靼人部落将病菌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商站，当时由意大利商人控制的贸易据点。传说中，在围攻这座商站时，绝望的鞑靼人甚至将染病而死的士兵尸体用投石机扔进了城内。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物战。幸存的意大利商人乘船逃离，却不知船上的老鼠也携带了致命的瘟疫。从此，死亡的航线被开启了。瘟疫沿着海上和陆路贸易网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它首先登陆意大利，随后是法国、德国，如同一张巨大的蛛网，迅速笼罩了整个欧洲大陆。1348年6月24日，黑死病终于渡过海峡，在英国多塞特郡的梅尔科姆港登陆。从这里开始，它兵分两路，一路通过海船，侵袭了布里斯托尔等重要港口，另一路则沿着陆路迅速蔓延至布里斯托尔、牛津，并最终在11月抵达了伦敦。这场灾难甚至影响到了世界的边缘。一个独特的案例是，当时远在格陵兰的维京人定居点，因为瘟疫的打击和来自挪威的补给中断，最终在因纽特人的攻击下被彻底消灭。
考虑到维京人曾与北美大陆有过联系，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黑死病可能间接切断了欧洲与北美的早期联系，从而完全改变了这片新大陆的历史进程。到1350年，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乃至苏格兰，整个不列颠群岛都已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一个旧世界的根基正在这无情的瘟疫面前土崩瓦解。黑死病对英国的影响远不只是人口的锐减那么简单，它像一记重锤，精准地敲在了英国封建制度最脆弱的节点上，成为了加速一个时代终结的催化剂。虽然我们缺乏14世纪精确的人口普查数据，但通过对教会、档案等资料的分析，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英国在这场灾难中损失的人口超过了总数的1/3。这场浩劫的破坏力极不均衡，有些地方几乎毫发无伤，而另一些地方则如同人间地狱。例如，克罗兰修道院幸运地逃过一劫，而卢菲尔德修道院却无人生还，所有修士全部死亡。这种不均衡的死亡模式为后来的社会巨变埋下了伏笔。这场灾难降临时，英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出现松动，传统的以劳役支付地租的模式正逐渐被货币折抵所侵蚀。随着货币流通的增加，领主们发现雇佣职业军人比率领骑士更划算，而农民也开始用金钱来代替繁重的强制劳动。然而，当时英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劳动力过剩、土地不足，大量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黑死病的到来以一种极为残酷的方式彻底逆转了这一局面。当1/3甚至更多的人口消失后，英国社会瞬间变成了劳动力不足、土地过剩的新格局。这场由瘟疫引发的人口结构巨变，直接冲击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及领主对土地和劳动力的绝对控制。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在所难免。黑死病带来的巨大灾难，却意外地赋予了幸存的英国农民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流动性。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变得无比珍贵。正是这种意识的觉醒，最终从根本上重塑了英国的社会结构。由于劳动力极度短缺，幸存农民的议价能力空前提高，工资飙升，而市场需求萎缩，又导致粮食和牲畜的价格急剧下跌，这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当时的诗人威廉·朗兰德生动地描述道：饥馑不再盛行，乞丐都不要豆制面包，而是要优质白面包，还要最好的麦芽酒。现在他们除了鲜肉、煎鱼、烤鱼，其他的都不屑一顾。面对失控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于1351年颁布了劳工法令，试图将工资和物价强行固定在瘟疫爆发前的水平。然而，这项法令违背了基本的市场规律，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361年，一场被称为儿童瘟疫的疫情再次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的短缺。地主阶级终于意识到，强制劳役的旧制度已经无法维系，他们被迫放弃旧有的封建义务，开始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这直接导致了英国农奴制度的瓦解，一个由租地农户和自耕农组成的新阶层开始崛起。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和耕作成本高昂的局面，新的地主阶级开始将大片耕地改为牧场，发展起了利润丰厚的养羊业，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羊毛贵族。这一经济转型也反映在了当时的童谣中，那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巴巴黑羊》或许就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巴巴黑羊，你有毛吗？有，先生。窝不，先生，满满3口袋，2袋给我的主人，1袋给他的夫人，但什么也不留给街头啼哭的小男孩。
这场由瘟疫催生的独特社会变动，使得英国避免了像欧洲大陆那样僵化的阶级分野。一个更具流动性和活力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为英国未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黑死病不仅摧毁了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更深刻地动摇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让曾经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在死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面对无法解释的灾难，人们普遍将其视为上帝的惩罚，并疯狂地寻找替罪羊来平息神怒。犹太人成为了首要目标，他们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传播瘟疫。一场残酷的迫害在欧洲各地展开，无数犹太社区被摧毁，大量犹太人逃往东欧的波兰等地，为几个世纪后更为惨烈的历史悲剧埋下了福音。在绝望中，一种名为鞭笞派的极端宗教运动兴起，信徒们认为只有通过自我惩罚才能转移上帝的怒火。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城镇间游行，用带铁刺的鞭子互相鞭笞，场面血腥而狂热。教会起初对这种集体悔罪的行为表示欢迎，但当鞭笞派开始攻击教会和富裕阶层时，教皇最终颁布诏令，将其谴责为异端。这场运动的兴起与教会权威的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信仰的真空中，极端的狂热找到了生长的土壤。在这场浩劫中，教会的无能为力暴露无遗，大量经验丰富的神职人员死于瘟疫，匆忙补充上来的年轻人素质堪忧。正如威廉·朗兰德所批评的，任神职的准备只是剃个头。教会无法解释灾难，也无法阻止死亡，这使得民众的信仰开始动摇，对教会的不满和质疑最终演变成了公开的对抗。以牛津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和他领导的罗拉德派为代表的改革者开始挑战教会的绝对权威，主张将圣经翻译成英语。这场运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它播下的种子在100多年后为马丁·路德掀起的新教改革运动铺平了道路。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他那充满绝望的文字或许是这个时代的最佳注脚。后人会相信这些事吗？连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也不能相信。1812年，拿破仑·波拿巴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他麾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疆域辽阔，兵锋所指，所向披靡。然而，当他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俄罗斯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沙皇的军队，更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却远比任何人类对手都更致命的敌人。我们不妨称之为班拯伤寒将军。这位隐形的将军就是斑疹、伤寒，又被称为监狱热，是一种与战争、贫穷和不卫生环境密切相关的急性传染病。它的病原体是微小的利克刺体，而传播它的媒介则是藏在肮脏衣缝中的虱子。这种微小的寄生虫通过其排泄物或被压碎的身体传播病菌，而大量人群聚集，缺乏清洁水源和换洗衣物，营养不良，这些恰恰是19世纪军队生活的常态，为斑疹伤寒的爆发创造了完美的温床。在历史上，它早已是军队的噩梦，曾在欧洲战场上让数万士兵丧命。1812年，当拿破仑集结起他那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准备踏上征服世界的最后一步时，他与这位斑疹伤寒将军的正面交锋已然注定。拿破仑决定入侵俄国，并非一时冲动的军事冒险，而是他那宏大战略构想和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关系彻底破裂后的必然结果。在他眼中，征服俄国只是第一步，其最终目标远比莫斯科更为遥远。拿破仑的真正野心是通过陆路征服印度，他深知印度是英国财富的重要来源，只要切断这条生命线，
就能从根本上摧毁英国的战争潜力，从而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正如他私下对纳尔伯纳所说，亚历山大大帝进军恒河的路程与我从莫斯科要走的路一样远。然而，曾经在提尔希特条约中亲密无间的法俄同盟，因为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和个人摩擦而走向瓦解。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让沙皇深感恢复独立的波兰王国会威胁到俄国的利益。随后，拿破仑向沙皇的妹妹安娜公主求婚，却遭到俄国皇太后的无情拒绝。受辱的拿破仑转而与奥地利皇室联姻，加剧了两国皇室的嫌隙。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沙皇亚历山大最终决定放弃大陆封锁体系，重新对英国船只开放港口。这无异于直接向拿破仑宣战。为了实现他那介于疯人院和先贤祠之间的宏伟野心，拿破仑开始集结一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超过60万大军从欧洲各地汇集而来，准备向东方发起决定性的一击。一场世纪大战一触即发。一个经常被历史忽视的残酷真相是，拿破仑的法兰西大军远在从莫斯科冰天雪地的撤退开始之前，就已经在东进的征途上被疾病和饥饿无情地摧毁了。1812年6月，当大军渡过尼门河进入波兰时，一场噩梦便已开始。波兰农村的环境肮脏不堪，那个夏天又异常炎热干燥，水源被严重污染。更致命的是，庞大的军队行动迟缓，补给线迅速断裂，士兵们很快陷入半饥半饱的状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斑疹伤寒如幽灵般降临，虱子在纪律松弛、衣衫褴褛的士兵中迅速滋生，疾病随之爆发，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到7月的第3周，已有8万多人病死，或是因病重不能执勤。这意味着，在短短1个月内，仅仅因为疾病，拿破仑就损失了近1/5的主力部队。8月，法军攻下斯摩棱斯克，此时将军们恳求拿破仑在此休整过冬，但拿破仑被一种军事豪赌的心态所驱使。错误的判断，只要攻下莫斯科，沙皇就一定会求和。他固执地命令军队继续前进。9月7日，法俄两军在博罗金诺展开了远征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法军虽然惨胜，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此时的拿破仑正遭受着严重的膀胱炎和重感冒的折磨，他的健康状况严重影响了战场指挥，使他错过了全歼俄军的良机。当衣衫褴褛、疾病缠身的残余部队最终拖着疲惫的步伐进入空城莫斯科时，他们早已不是那只征服欧洲的雄狮，而是一支被疾病重创、濒临崩溃的军队。一场彻底的毁灭已悄然拉开序幕。莫斯科城燃起的大火，以及拿破仑在空城中徒劳的等待，将一场本已严峻的战略困境彻底推向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深渊。当法军进入莫斯科时，迎接他们的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一座死寂的空城和冲天的火光。这场大火很可能是莫斯科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有意为之，旨在焦土抗战。他烧掉了法军过冬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然而，拿破仑犯下了此行最致命的错误。他在被烧毁的莫斯科逗留了整整1个月。他被那个秋季异常温暖的天气所误导，更被自己的幻想所蒙蔽，徒劳地等待着沙皇亚历山大派来求和的信使，从而错失了在严冬到来前撤退的最后时机。10月19日，拿破仑终于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俄罗斯的冬天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神出鬼没的哥萨克骑兵不断袭扰疲惫的法军。由于没有为马蹄准备兵鞋，大量马匹在结冰的道路上瘫痪、倒闭
导致大炮和辎重被大量遗弃。当饥寒交迫的军队挣扎着回到斯摩棱斯克时，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足够的补给。在渡过别列金纳河时，法军后卫部队遭到俄军猛烈攻击，数万人在混乱中丧生。当内伊元帅最终带领残部渡过尼门河，回到出发地时，那支曾在6月渡河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不到4000人。内伊元帅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总结道：饥饿将军和冬季将军，而不是俄国人的子弹征服了拿破仑大军。然而，要说出全部的真相，我们还必须加上另外2个名字：班拯伤寒将军和拿破仑将军。拿破仑帝国的崩塌不仅源于外部强大的敌人，更源于他自身从1805年起便已开始的深刻而持续的身心衰退。这位曾经不可战胜的巨人，最终也被自己的身体所背叛。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勾勒出他衰退的轨迹，从一个精瘦、精力充沛、每夜只睡3小时的年轻人，到一个肥胖、慵懒、喜怒无常的中年人。他的判断力下降，变得更加专制，失去了往日的自律。一系列的慢性疾病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他，并深刻影响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他曾有数次疑似癫痫的发作记录，剧烈的偏头痛更是在他一生中压力巨大时反复出现，而狼吞虎咽的饮食习惯让他饱受消化道溃疡和痔疮的折磨。这些看似不致命的病痛，却在战场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813年的德累斯顿战役和莱比锡战役中，他都因剧烈的腹痛和呕吐而无法亲临前线指挥，导致战机错失。而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夜，正是痔疮的剧痛让他整夜无法入眠，错过了在次日清晨发动致命一击的最佳时机。滑铁卢的胜利者威灵顿公爵后来评价道：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绝望的事，我从没在作战中遇到这么多麻烦，从没像这样几乎要被打败。这句话从侧面印证了，在决定胜败的天平上，拿破仑自身的健康状况起到了多么重要的分量。一个曾经以超凡经历著称的军事天才，最终被自己的身体拖入了失败的深渊。他征服了欧洲，却无法战胜折磨自己的病痛。这或许是历史为这位巨人的帝国悲剧画上的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句号。